Sorry 啊，嗨，今天我们爹味重一点啊，来讲一讲我们所观察到大马人的节约和浪费。哎，你看到我手上有6张卡片，分成2堆，对不对？我们要讲3个大马人如何节约，再讲3个大马人如何浪费。王太，这个你来抽一个。给我，第一个环保。哎，第一个节约是环保，这是我们写的。你看我写了一个减号啊，就代表节约。待会儿看到加号，就是讲大马人怎么浪费了。那么环保这个怎么讲？你先说。环保哦，环保的意识哦，我以前就。大马人这个环保的意识强，是我们开始做欧卡欧卡时候我感受到的。就我们其实的包装材料已经挺环保了，用的盒饭是可降解饭盒，外面用的是牛皮纸袋，然后只有冷饮用的是无纺布的，就是防水的这样一个袋子。我们有好几个观众，他们复购的时候就会把上次我们给他们的袋子给到我们说，重复使用吧。要么就是重复使用，要么就是还给我们说你收着，还可以给其他人用。要么就是自己带好袋子说，不用给我袋子了。还有大家环保到什么程度？我们印的一些小广告，他们看完了说，我拍完照了，这个给你，你还可以发给其他人。对，所以你看，环保不是体现在你把垃圾要进行分类，或者到处有各种各样很 fancy 的垃圾桶。环保最重要的是环保的意识嘛。对，我还记得上一回去捐血，我们在茶阳大部会馆国庆日的时候捐血嘛，他后面就给大家做饭。做饭的地方，你照理说给大家休息，提供一些餐食而已，但他很注意哦，他马上就有环保的一个立服的广告，然后另外呢还有专门的垃圾桶放在那边，说请你喝完水，对啊，这个瓶子就收在那里，就处处一个小的活动的旁边给别人提供 supporting 的，提供一些饭的地方，他也记得说要注意环保哦，对，就会体现在这里，对。我觉得我来马来西亚也有一个生活习惯上的变化，我现在也像无数千万的马来西亚人一样。我想猜一下，你说随身带水。真的提醒我点，那么就是2个地方，我改变了两个地方。现在真的就是我的包里随时随地会放一个折叠的环保袋，因为如果购物的时候会拿出来用，我不想买这个 plastic bag， 对吗？对，我想起来了，因为在大马买东西，除了问你 receipt 怎么样付钱，他还问你对 plastic。就是说要不要一个塑料袋、塑胶袋？对，你们2个一点都没有环保意识，经常就是大笔一挥，然后买好账单。我觉得没有必要每次买 plastic， 尽管回来可以做垃圾袋，我还是会把包里面备2个。为你点赞，我们主要是把你带着了，我就知道环保袋肯定是带着的。我给你们擦屁股是吧？再说我们车上也都是常备着一些环保袋的，大的，对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还有就是我在这边养成了带着这个水壶出去的习惯。对，我发现很多的马来西亚人也是哦，他们出去逛街的时候手上都拎一个超大的这种保特瓶啊、塑料瓶，就是灌着自己的这个白开水。我也是从来了大马之后，我养成了随身带水壶的习惯，我觉得特别好，不用买那个饮用水了，而且每天的饮水量也很大。对，我看到上班族啊也是的，都会到处都会带一个这样的瓶子，并且你不用说到处去买那个一次性的瓶装的水嘛。确实是环保的，你用自己可以反复使用的，既多喝水对自己好，又对环境是比较友好的。但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请教各位大马观众哦，我自己带了一瓶白水，就是这个水壶的水，算不算是自带饮料？如果去 Kopitiam 的话，我这个可以带进去吗？还有就是去 TGV 看电影的时候，你们2个总是嘲笑我说 No， 那个人家上面写着 No outside food or drink， 我这个水算不算 outside drink？ 那请大家告诉我好。这个问题 TGV 的问题真的要问大家来comment一下啊。王太讲了自己带水行不行？但是茶室这个事情我可以回答，因为我做过不中那个茶室的节目。如果店家没有规定说自带水就不要进来，那么你是可以带的，你也可以不点，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啊，很多人也是不点的，他们不爱吃甜的啊，或怎样。OK，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2个我来抽一下。噔，这个穿着也是很节省。大马华语这2个字怎么念？他们会可能不讲穿着吧？衣服
衣服穿衣，我不知道。好，来，你能不能先讲讲看？穿着，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看到浑身上下穿着那种大 logo 名牌服装的很少，太少了。我觉得大家都是穿的比较的居家，就是一个简简单单宽松 T 恤，然后男士女士都爱穿短裤，然后配一双拖鞋就可以了，然后就这样出去。对啊，拖鞋是标配啊。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大家在办公楼啊，我有时候看到上面穿得很正式，下面也是拖鞋，然后还把穿正常鞋的称为叫包鞋，对吧？包鞋。我有一次看到观众留言说，那么拖鞋是标配。一方面呢，天比较热，不需要穿那么多，休闲的场合比较多。另外一方面，我真的觉得大家不是说要花很多钱把自己包得很包装的很精致嘛。你比如说我们见过的一些创业的人。一些做生意的老板，平时跟他们见面也就很随意啊，很放松啊，T 恤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心理上，大家交往是很平淡的，不会用穿衣服这个事情给你造成太高的压力，对吧？但也不是说我有参加过 LP 的会议，也不是说正式场合人家不好好穿衣服，那个肯定不是这样了，也是好好穿的，只是说没有必要用。有一种观念，你知道，在我们中国那时候，大家希望用衣服啊，你买的车子啊，来体现出说我的身价，然后用这个东西来镇住你，让你觉得，我跟他合作可能会有好处，这个人好像很厉害。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少。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而且就是我看女生们就是带那种珠光宝气的比较少吧。我觉得我有的时候送货的时候，因为我喜欢带这个嘛，我感觉自己像个怪胎一样，像怪胎一样。打游戏穿上了所有的装备啊，对吧？我也是啊，我不一直在喜爱大马的100个理由啊，很多节目里面讲，就是这里的女生也是感觉很自然的。你是从总体说很夸张的整容啊、染发呀、做那个。脸部的各种这个装饰啊、妆点啊，涂上一些油漆啊，你这个感觉都是比较少。什么油漆讲这么难听？Sorry 啊 ，Sorry 啊。而且我看我的那些女朋友，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认识的这些马来西亚的家长们他们女士戴那种大钻戒的，真的没有看到过，就是戴一个很朴素的婚戒，素圈的那种。其实戴婚戒的也不是说100%的比例。对，比较朴素，对吧？大钻戒真是没看到过，不像我们那种感觉是标配的。挺好，不然每个人都一样。我也不自卑了，我也没有大钻戒，对不对？每个人如果都一样，每个人脸都是一张网红脸，就这个像蛇一样的，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嘛。我们又不是伊隆马斯克造的这个机器人。OK，这个我也要为大马人点赞，就是交往成本很低，心态的不用这个那么拘谨。但我要证明，就是我以前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办公室的同事们，他们上班穿的还是非常得体的。我觉得他们上班的这种对于办公室穿着的讲究啊，要比上海我的那些同事们要讲究的多。他们至少不会上班穿 T 恤去，他们上班就是上班带有领子的这种 polo 衫，或者女士穿衬衫、西裤，然后穿着高跟鞋，不会穿露趾凉鞋。我们办公至少我看到的马来西亚同事们都是这样，很精神的。我觉得跟新加坡的同事比，甚至穿得更加正式一点。真的啊？那就有点像有个观众评价槟城的美食了，因为他说吉隆坡的美食从1分到10分都有，但是槟城比如说都是在8分，不是说吉隆坡没有好的，所以就跟他说大家平均的 average 的水平都是稳定的比较好，对不对？一品 OK。再来第3个比较节俭的是等等，可能这个是细微的文化差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点菜就尤其在吃东西的时候相对比较节约。这个文化实在是太不一样了，这个菜的文化也太不一样了，让我大受震撼。那你先来说你的震撼。首先我发现是大家吃席的时候啊，就是我说的吃席是指多人聚餐的时候，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会有明显的冷菜，就是 cold dish 这个概念，然后他们上来就是直接大家想的都是我吃饭就是点菜配饭，所以基本上全是热菜，然后每次点完之后服务员问你们要米饭吗？这个实在是太令我们震惊了，因为我们实在是已经被熏陶的说出去请人吃饭，我们吃的是菜，而不是以饭为主，然后菜又分成冷菜、热菜、点心，
对，点心还有分甜的跟咸的。对总之，请人吃饭，人家点一碗米饭，主人家会觉得说是我没招待好，但是这里就不是，大家的想法就是一起来吃饱。对，就是说吃本身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过程，不是说本身是一个目的，对吧？你在中国呢，我觉得这个无可否认吧，应该我们经历过的都会有这种感受，不管是家庭的宴会也好，商务宴请更是了，就会存在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实际上造成很严重的浪费嘛。对，那也是20多年前，从我们小时候开始才提倡，可以打包，大家多把它带回去，而主人还是会倾向于多点，要多到让留下来，那个场面让你感觉你点多了，最后还能留下来，他才会感觉这个我点的比较好，对吧？我招待客人比较周到嘛，对，不然会觉得怎么呀，东西都吃完了。人家坐在那里没事可干了，那是我招待不周，就会有这个问题，背后还是面子。我们家典型的，我们不是回上海时候拍过一次我爸我妈请客吃的家宴嘛，大家都在下面说，太夸张了，20几个人吃了30-40道菜，但这个就是我们的常态，真的常态，不是我们一家，不是我们一家。对，你看我们最近见的一个朋友也是。他开一个肉骨茶店，哪怕已经拿到了一些旅行团，很多是中国过来的团队的生意，应该说这是一种旱涝保收的好生意啊。但人家客人说老板点这个点那个，他说你吃不完的，人家店家还在跟他担心啊，不要点这么多。别人说没事你就上，结果一走，你看一桌浪费了好多。这个你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大马人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就很朴实嘛，吃饭就是吃饭，大家吃完饭，吃饭为先，对吗？不像我们吃饭要夹杂很多社会议题啊，还有社交属性。这里面就是我家常跟你坐在一起，我愿意花一顿饭的时间，我们一起品尝美食，然后聊聊天，对吧？它并不是那么多的社交属性强在里面，而是分享、欣赏美食。包括你看你在这边点菜。你稍微多点一点，人家要提醒你啊，说够了，不够再点，对吧？对啊，真的是这样。所以啊，你看我们以前公司嘛，不是给每个人配备了每个月团队聚会啊餐食的费用吗？我们用上海的比例啊搬到大马来。这里的同事都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每个月都用不了，每个月要想2到3次去哪里吃哪里玩，我们给到的也就是每人每个月100马币，大家都用得很省。对啊，整个团队不行。你比方说我们去吃一个韩式的啊，去吃一个印度餐啊，都会多出来啊，要吃到日本料理才能够差不多把钱花完。是，我也是发现来了马来西亚就因为大家都会说，很惊讶的跟你一块吃饭的时候，你说你不要饭，然后我也尝试过有几次，我就是点了一碗饭，然后饭配菜，我发现自己不会吃很多菜，然后也不会吃的过量，然后吃完之后你还是感觉说。真的是很节俭的就能够把吃饭这件事情和朋友们一起做完，多好呀！其实我觉得点一个主食有它的好处，就提醒你要把自己胃吃饱就行了，而不会说就拼命的在菜的名目上，好像自己是皇帝，来99道菜啊，不同的都尝一尝。这个还体现在另外一点，就回应你刚才说的吃席，就各种宴席。你看，我们也见过，威尔森也去参加过朋友的什么奶奶的生日啊，朋友的生日啊，人家办一个buffet，请自由餐过来，那这么照理说在中国应该是很重要的宴会，那人家就做一个自由餐，各取所需，吃完庆祝，切好蛋糕就好了，对吧？我们上次会看婚宴都是这样子，婚宴人家也是这样自己取餐。如果这个标准照我爸妈我们结婚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的好骂了，说对这怎么办？这怎么把人招待的好？我觉得大家在这马来西亚心态都很平，就是聚的重要，对，见到面就可以了，吃什么配饭就可以的，吃饱。没错，你看我们17年前结婚的时候，中等的一个婚宴，那就得多少钱？现在呢？现在年轻人可能一桌都上万了，那得吃掉多少钱？其实这种是一种浪费哦。对，好 ，OK， 讲了3个节约的，我们接下来要讲3个大马人浪费的地方，超浪费。但是看看我会不会一改我马吹的本色啊，让这个批评来得更猛烈一些吧。看看大马人哪里浪费了。第一个，这个真的是我写了一个加号啊，就是大马人浪费的地方，慈善。对，慈善就是为一些公益的目的或者共同的信仰，你不会有什么回报的去掏一些钱。是我这种就是典型的慈善，这不用说了吧？我们整个8月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都见识到了很多。那除了有善心人士自己全职的付出，他去办一个儿童残障的福利中心啊、老人院啊，关爱那些B40的孩子啊，也有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才行嘛。
对，大家的支持就体现在什么？出钱出力。对，就我觉得慈善，我在没有来马来西亚之前，我一直认为慈善是有经济基础的人才去做的事。但是在这边我发现说是全民慈善，大家觉得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量力而行嘛。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一开始在马来西亚的路上，我看大家的汽车的 car plate 车牌上面会有一些徽章嘛，我觉得很好玩，我就去问朋友，我说这个是啥意思？你拿到拿督啦，以为是？对，我以为是拿督上面一个奖励，然后他们跟我说，有的是你捐给一些这个组织，比如说我们这个朋友他的车牌上一个黑色的一个像礼花一样的勋章，就是他捐给了那种退休警察什么基金，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钱捐给他们，这些退役了的警察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养老金。就这样一个那个 badge 就放在那边。就是彰显，而且我那个朋友也不是说什么很有钱，他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打工族。我觉得真的是，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像我们学校里面的这种，学校们搞的 event， 马来西亚 table 的餐食，那种家长自己掏钱办的 International Day 上，永远是数量最多，而且是摆得特别漂亮。他们说有的家长每一次就是一年为了这一天自掏腰包上千，就是准备很漂亮的娘惹糕啊、烧鸭呀、咖喱呀，无限量。我们其他展位因为学校都会关照说只给学生提供，不要给家长吃，都是限量供应。他们敞开随便来，家长学生随便捞。我也可以补充，像我认识的啊，肯定是 B40， 他是一家就养着一个档口这么小，他收入也不会太高，他有余力的时候。MCO 的时候，还有你看，我们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养5个小孩，其实条件很差的，还负着一些债呢，车都要被拖走。但是呢，他说 MCO 的时候也做吃的，去给邻里去派发，这不也是一种慈善吗？稍微有钱一点的，哇，那这个大方程度其实是能够超越我们的想象的啊。我也可以举一些例子，像福建会馆，我们就认识到一个朋友，我知道他在里面做一些管理啊，其实应该是有一些社会地位，自己也有企业，但是他那种大方绝对不是我们身边原先认识的这些人可以做得出来。他说啊，他厉害的时候每个月8000、10000的往外捐，而且从来不具名的。这个是既让人感到汗颜，还不接受采访，又非常的钦佩，这样的人的。对。就这种合力哦，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它有一个很好的大马社会的托底。当政府无暇顾及某些人群的时候，这些人群被民间力量完全托举了起来。对，这个很厉害，因为政府给你搭建最基本的教育啊、医疗、住房这些网，其实有很多漏洞会掉下去的。但是每个人民他们手牵着手，织起了一张更密的，这就是文化，这就是这个社会的传统和力量。你甚至于说，像我们一直讲的包饭老板。虽然他捐到的是做一些报效嘛，是捐到庙啊、宫啊，他的信仰上面，但是他们这些组织还是把钱会以慈善的方式回馈出去的。对，他报的目的可不是说只是为了，我真的很灵，我生意会很好，他也有很多为社会去奉献的想法，只不过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去落实的。但他们又很有意思，你去问他，他又自己讲不出来自己是为什么，他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去做，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呀。他总是用这种话来说，我很感动。这是文化，这就是力量，就是我都不需要教你，我看着身边人变成 example， 变成我积极向上，不停改善，optimizing kindness 的一种手段。是啊。好，还有2个啊，大马人你们怎么浪费的？我请你来再抽一个，来给我。家庭。这个上面我觉得大马人是真的挺浪费的。怎么讲？这可能有点弯弯绕了。黄太，就我们来马来西亚也就快2年嘛，我就觉得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我们家附近的沙登，算是农村地区的餐馆，平时周1到周5好像感觉生意都不咋地，但是到了礼拜6、礼拜天爆火，晚上都是要排队的，任何一个餐厅几乎门口都要等位。我就特别不能理解，你知道吗？对。后来问了几个朋友，他们说，就是马来西亚有这样一种传统，至少我的华人朋友都会告诉我说，礼拜6、礼拜天就是解放妈妈日啊，妈妈不用在家煮啊，妈妈已经做了1个礼拜的饭，礼拜6、礼拜天就是应该带她出来，就是让妈妈享受外面的餐食，全家在外面享受 family time，就这个样子，你花时间、花金钱，就平时可能都很节约的家庭，在周末的话。真的投入就是太浪费了，打引号的太浪费了。是啊，像甚至于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啊，去年我问他说父亲节你怎么过的，他说他居然就是他
和他的太太还有岳父，他跟他的岳父相当于都是父亲，就他们家人团聚一起来过，就他很重视这些节日，而且不会像我们有一种哎呀这个父亲节不好意思过吧就有这种隐性的想法，找点名义来 celebrate 圣诞节啊、情人节啊，我看他们这些节日，当然啊，传统的节日加上西方的节日，很多都以这种比较实惠的，也不是说一定要去什么高档的餐厅，对吧？就大家有一个机会 ，family time，这种很多。当然，我们讲大家庭的话，像上回你讲到朋友聚会，也有很多人下面反映，对不对？他说啊，我们也是几个朋友，就天南海北，很开心，就碰到就聊聊天。那这种在 get together 上面所花的钱，我相信是不少的。对的，浪费啊！这是一种 family， 就是怎么说叫 routine 的一种消费习惯，这个真的非常有意思。好，最后一个就在我手里了。大马人是如何浪费的呢？我写的叫买单，买单大赛，表现形式有很多啊。哎呀，大马人啊，在买单上可是浪费不少钱啦。我不知道有没有出现在你的 ledger 上面啊？我首先讲一个叫抢着买单吧，这个我们自己都碰到很多次了。有观众朋友认识你，他跟你讲话或者没跟你讲话，他都会悄悄的把你的单拿去买了，而且服务员好像也很，上海话叫接领子，就是也很懂那个人的意思，不会来跟我们确认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单，因为我单还紧紧的捏在手里，结果还是被他好像懂他的意思，对，说哎我要帮那个人买单就买了，对，只是过来简单的跟你打一个招呼，这叫买单，对吧？第二层意思就是送东西，应该很多吧？对对对，我们自从我们欧卡创立之后，得到各种各样大家送过来，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叫买椟还读。买椟还珠，买椟还珠，就买了我们东西，送我们的东西远超于我送我们东西这个价。椟是一个我不知道木盒，我假定大家不知道，好吧？就说装珠宝，珠是珠宝，装在一个木盒里，木盒叫椟。那么这是一个成语呢，代表说，哎，我把这个木盒买走就好了，我把这里面的珠子最有价值的东西还给你，对，叫买椟还珠啊。你觉得大马人有这种是吗？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收到很多猪了啊。对对，真的是，就从买单衍生到说是送给朋友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送给我们一些书。有一个观众还有就是看到我有在这边吐槽上次去金马伦没有吃到 clotted cream， 他特地下了一单，然后跟我说是为了让我尝一尝他做的 clotted cream。你知道吗？这是又费心力，然后又费了钱，然后送给我们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好感动的。还有什么案例吗？代表大家爱买单啊，或者说爱付出？爱付出嘛，就你每次买单都是偷偷摸摸，你就像说要趁着找一个借口，然后捏着自己的钱包，要么去说上厕所，就是你这在那个瞬间，你为了要买单，大家都变成了影帝影后，对吧？这个很好玩的，然后动作很快啊。其实我发现哦，其实买单的人他可能最享受的就是大家那个很惊讶说，怎么？你怎么已经买了？就是那种一脸惊讶状，我觉得真的是美好的回忆。因为我知道买单它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买单的那个人永远会跟人说，哎，你们下次啊，你们拿个 rain check。那对我们拿了 rain check 的人就是会想的说，我下一次再约你出来，这是很好的 promote friendship 的时候。对，好，这个是我们总结的大马人的浪费和节约。我们如果再去看一下的话，你看浪费买单，这个是为了认识的人朋友，把你当成朋友嘛，对吗？家庭是自己的什么就亲属，对你的至亲的人。你看人这个也是人。我们为什么讲大马最重要的是人？慈善慈善和环保是为了你不认识的人。是个更大的一个 community， 你生活的国家所在的区域而进行付出。好，再来看点菜，那也是家庭朋友，穿着也是为了交朋友，在朋友层面上，所有都是和你至亲的人，你的朋友，你所生活的社区和整个环境，说明大家很在意这种 human touch， 人和人之间的 bonding， 就是很好。我觉得看完你又重新 wrap up 这6个词，我想到2个词儿，一个叫 think big， 就是大家把钱用在了能够有很大意义的、超越金钱本身的这些事情上面，大家是 think big 这样一般的去花钱，对吗？哎呀，还有个词突然之间忘了 ，aim small， 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他也非常生动形象的诠释了说钱不是万能的。
对，或者说大马人他不看重金钱，因为很多人总是在我们下面说，马来西亚跟上海不好比，吉隆坡跟上海不能比啊，上海它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啊，可支配收入是多少 ？Come on， 如果以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大家挣的不多，可是在这些地方上这么大方，这难道不是一个世外桃源的良善社会的最佳生动的现实诠释吗？对啊，他可以获得的幸福感是很高的，对啊，对不对？就是这种安全感，这种慷慨背后是国家一些的这个托底，以及个人他们有这种信念，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然后经营有余力了之后，再投入到更广大的社会去，所谓的施比受有福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国家有托底的地方和地区啊，那是非常多的，但是比如人说你就，OK，呀，又被我打断了，sorry 啊。OK，我还是要加一个广告啊，所以你看，我们做欧卡欧卡的产品，就是因为热爱这2个字，因为你和我们的 partner 都喜欢 cooking， 但是做着做着，我们就发现大家是把自己的关心关爱传递给其他人，我们也希望做更多的这种事情啊。如果买我们的产品，我觉得它如果是为了慈善啊，或者为了照顾啊那些需要照顾的人，我们应该好好的跟他们联系，让他们可以更好的享受我们的东西，给到一定的这个而且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们的欧卡，我们也在回馈我们的客户，有的时候有一些 off menu 的 offering， 还有一些赠品。对啊，就还有帮着他折扣照顾小孩，对吧？帮着他照顾老人，帮着他去那些看望他自己都还看不到的一些亲人，我觉得挺好的呀。也是好的。耶、Sorry 啊。OK。